现在是早上的5点20分，我们来追热气球了，走吧。早餐的话有不一样的面包，其多的这种甜品。早餐时间，刚才我们回去睡了个回笼觉，现在呢准备吃我们的早餐，等一下呢会去一些行程走走看看。这里就是我们在卡巴多恰住的帝王酒店啦 ，Kelebek 24号房。欢迎来到我们在卡巴多加的酒店 Kelebek Special Cape Hotel。一进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里有2张沙发。然后有一张很大的双人床，这里就有一个洞，里面呢是有衣吊，然后还有保险箱，只是说这个洞会比较暗一些。对，这里的话只有一个小小的灯，然后这个洞穴里面的话是有拖鞋和保险箱。然后往前走的话是有一个梳妆台，前面的话就是厕所，是一个干湿分离的厕所。厕所的部分，这里是那个洗漱区域。淋浴间、马桶，这里的水压非常的强。洞穴酒店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我们是住在这个洞穴里面，然后他们的设计也非常的漂亮，在洞里面呢都有一些灯饰，非常的有感觉。小小的灯，屋顶的话，感觉就是住在一个洞穴里面。顺带一提呢 ，Kelebek 的这个酒店呢，跟 Sultan Cave 是同一个老板，我们也可以使用 Sultan Cave 的这个露台。这里的价格呢是 Sultan Cave 的1半，推荐有预算的人来入住哦。昨天晚上上厕所的时候，被这个东西给吓到，一双眼睛盯着你。小镇上有很多这种漂亮的老爷车，很可爱哦，还有一只粉红色的娃娃。我们已经订完热气球啦。这个格雷美小镇呢，镇上有非常多的旅行社，你们可以先货比3家，才决定要跟哪一个旅行社订热气球和 ATV。我发现这里的价格呢，就是早上、中午跟晚上的价格都会差的比较多。我们是昨天晚上来的，昨天晚上的报价是220 euro 一个人，今天早上旅行社给的报价是110到130，然后中午的话是150到180，可能今天晚上会变得更贵。原因之一就是今天的2点会报明天到底能不能飞热气球，所以就是2点之前的价格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越早订会越好哦。土耳其这里的话有非常多的提款机，我身后这家 ZIRAAT 这个提款机就非常的不错，我们是在 Level 6上面换了里拉，然后才来这里提款，是没有收取任何手续费的哦。我们来到了苏丹咖啡，刚刚我们给了定金，预定了明天早上10点在这里拍摄。如果说你自己自带相机、脚架和 drone 的话呢，是收费1人10欧。如果说你想要专业摄影师跟你拍照的话，就是2个人100欧。看到这种很多热气球的锁匙扣，非常的可爱哦。我们来到这个格雷美的巴士站，然后这里要买明天去安塔利亚的巴士票，它是位于格雷美小镇上面的巴士站。刚刚我们到了巴士总站，询问了明天去安塔利亚的这个车票，然后呢，其实很多车票都已经满了，现在只剩下10点晚上的车票，之前呢是还有11点多、12点的。我们之前没有预定呢，是我们害怕说这个热气球没有起飞，所以我们等到了现在才预定。我们是用这个网站去订票 ，FlixBus， 然后选的话就是格雷美到安塔利亚。Desperate hands reach out the same, beige stucco walls, wash them. 剔骨牛排真是超级大个，2个人真的可以2个人吃。
这个剔骨牛排的肉不算是嫩，胜在大份。鸡肉汤淋上了这个柠檬汁，非常的开胃。走了走了，这个是我们在卡巴多恰玩的 ATV。这边和大家分享 ATV 的注意事项。这次呢，我们是裸脸上阵的，虽然土很大，吹得满头都是沙子，但是真的很值得。如果可以的话，提前准备好口罩、头巾。感觉我自己准备去打仗，士兵。你也是呢？是哦，你也是呆呆的。是平平的。ATV， 现在我们停在第一站，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就是一个 valley，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上去走走，还要买一些雪糕，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吗？骑马的人也是走这条，就我不是很推荐骑马啦，因为这个 ATV 真的很多沙，所以那个马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后面吃我们的沙。哇！这个太阳杀死我啊！一站这里就很多人了，这里有非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全部都很大个。沿路上面有陷阱，这里地雷地雷。我们发现一个生物，叫做鲨女。鲨女，真的太夸张！我这个胸肌了都是鲨。欣赏美景到忘我，全部人都走了，就剩下我们还留在这里。导游特地来载我们到下一个景点，前面堵车了，趁着停留下来的时间拍多一些 video。这个 ATV 的行程会带我们到几个景点，包括了剑谷、玫瑰谷和日落观赏点。景点与景点之间呢，分别会停留大概20分钟，让我们在那边观赏和拍照。一辆车2个人乘搭30欧。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啦。然后这个点的话是专门看日落的一个点，叫做 Lost Valley。最后我们来到了这里，日落点。落在一个地方。Sunset Point 这里的话，非常宏伟。这里真的是太多这种怪怪的石头了，难怪从飞机上面看起来那么的壮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留言、按赞及分享哦。早上4点，现在我们就在那个车上，准备去热气球。我热气球起飞咯，你看它慢慢从躺的要变成竖着了。起飞了，起飞了！看到前面的热气球超多，超级多热气球在前面。站的位置基本上里面有几个框热气球，然后这里是属于我们的位置，这2个人是属于比较宽敞的。我可以看到山上的人，我很靠近哦。
证书的人了，飞过热气球。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的酒店，大概是6:15左右，可以看到阳台上面的热气球其实已经变得很少了。刚刚的热气球呢，其实不会很恐怖，然后也蛮好玩的，然后有高低飞走，在上面看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如果说拍照的话，肯定还是在阳台拍会比较漂亮。所以你来卡帕多西亚的话，想要在露台拍照，想要坐热气球，至少要来2个早上的时间哦，而且要确保这2个早上热气球都有起飞，才可以拍到那么美的画面哦。6点多，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走路去 Open Air Museum。现在的店都是关门的，因为现在还不到7点。早上7点多我们到这里还没开门，8点才开门。格雷梅露天博物馆早期是基督教徒为躲避罗马帝国的迫害而建造的避难所，洞穴里保留着基督教的壁画。在高处俯望格雷梅博物馆，四周都是金色的峡谷，像月球般一样的表面，非常的特别。这是什么？薯条。比昨天选择多一点。我们订了这个苏丹咖啡。现在整个场地的话，就只有我们2个人。主要拍摄的地方应该就是这边吧。我们在格雷梅中心的巴士站搭了巴士到内夫谢希尔。到了！可以看到这个城堡了，非常大的一个城堡。这个就是那个 Yusuf 城堡，类似洞穴的一个地方。这里很多这种空洞穴，所以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很凉哦，这里。乌齐萨城堡有60米高，是外敌入侵时的避难所。这里也在国家地理评为10大地球美景之一，因为地貌酷似月球，也是星球大战的灵感来源。去完乌齐城堡之后呢，我们选择去地下城。我们来到刚刚下车的位置，在这边等车。这个巴士。刚刚这里就是我们的下车点，然后可以走过来对面这个红色招牌，然后在这里等这条街，每半个小时会1辆车去地下城，就是乘搭这个迷你的巴士到地下城。虽然是下午的时间，但现场人还是一样很多。这个就是我们的票啦，一张的话是13欧元，可是这里只收里拉，非常的奇怪。这里有写，红色的箭头是去的时候走的路，蓝色的箭头是离开的时候走的路。这里的天花板非常的矮哦，好像一只弯腰的感觉哦。地下城的构造很神奇，里面有墓地、酒库、教堂、厨房等一系列必备的空间。很多个这种一个一个的洞穴。这里很舒服。现在外面是31度，这里是10多度，很舒服。超级凉了，在这里睡觉应该会很舒服。对哦，非常靠近天花板。然后呢？看来那边的人真的会敲到头诶。感觉175以上就会敲到。对，没有啦，180吧。180咩？我觉得啦，180。哦，哇！这里的空间比较狭小，游客也不少，走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撞头哦。哇，屁股很酸。哇，2.5升的土耳其人多爱喝啊！地下城大概1到2个小时就会参观完，我们现在准备回酒店啦。
我们在格雷梅住的第2个酒店 Mitra Cave。来到了我们在卡巴多加的第2间酒店，这次我们的第2间酒店选择的是 Mitra Cave Hotel。一进来可以看到一个圆滚滚的双人床，超级大的一个双人床哦。顺带一提，这个酒店呢，这次我们 book 的是度蜜月套房，所以就是有这些 love 的形状，还有一些假花瓣。过来一点会看到一个超级无敌大的浴缸，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浴缸。这个浴缸2个人，我看4个人都没有问题耶。这个是超级无敌大的一个浴缸，的确是非常的大，超级大。是要在这里洗土耳其浴是吗？我觉得躺平都没有问题耶。我在这边游泳哦。这个厕所呢是有2个莲蓬头的，有1个、2个干湿分离的淋浴间。看雷贝酒店不止和苏丹 Cave 也跟这个阿扎 Cave 是同一个老板，所以我们也进来参观。我们在卡巴多加最后一个晚餐选择了这个 Tote。我们叫了一个酒叫做 Raki， 这个是在土耳其这里才有的。这个是里面的烈酒，然后现在我们要加水。哦，变米色哎。试过就好。哇，不好喝。不难喝啦，完全不好。前菜是沙拉，我们叫了芝士卷，还有牛肉饭，味道好，价格也很亲民，但是记得需要提前预约，因为我们看到有些游客没有预约而被拒绝入场。这是我们第1次坐夜巴，这次我们会去安塔利亚，一样是在镇上的这个地方等待。上巴士啊，上巴士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床。从卡帕多奇亚到安塔利亚的车需要大概8个小时左右，下一集安塔利亚见啦！